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洛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他喜欢我吗？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选项都是巧克力。那卡牌的部分我们都采取用盲选的方式，所以请大家心里面想着，你想要询问的那个人，然后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选项。如果有复数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欢迎都听听看，然后汲取自己比较有共鸣的部分哦。那第一个选项是馥郁可可黑巧克力，第二个选项是浓醇奶香黑巧克力，第三个选项是香甜丝滑白巧克力。OK， 那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个选项。如果大家喜欢六花堂的频道呢，欢迎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或是留言给我，我会尽快的回复大家哟。OK， 那我们开始吧。OK， 我们来到第一个选项，选择馥郁可可黑巧克力的朋友，你心中的他喜欢你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哦。先来开我们的 Key Card 好了。OK。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先来出对方现在整体的一个状态，整体的一个，包括生活，也包括感情，所有一切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目前的感情生活、感情状态，这不一定包含你哦，也有可能是跟其他的人相关的感情线，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是，我们来看一下他目前的工作或是其他的学业相关的一个状态，就是不包含感情线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呢是对方他觉得你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对你的想法，对你的观感。哦，还不错。我们出3张哦，因为我希望可以就是能够读取的更立体一点。OK，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对方跟你之后的一个状态，大概1到3个月之间，最长可以到半年。OK， 那还有你们2位的结果，就最近而言，近期而言，你们2个的感情结果会是如何呢？还不错诶。好，然后我今天想要另外再抓几个深挖的题目。第一个呢，我想要看一下你们2个之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障碍，就是有没有什么问题或障碍横跨在你们之间。那接下来是这个问题呢，这个障碍，那对于感情，你们2个人之间的感情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或者是解决它的方式，这样子。OK， 我们来解牌。那在解牌之前，我先公布答案好了。我觉得他是喜欢你的，他是喜欢你的。那详细我们现在开始一张一张解哦。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张，这一张是他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他现在是一个比较处在于跟自己对话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一段时期，就这一阵子，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例如说他可能比较不 social， 然后可能也没有特别想要买一些什么东西，就比较是跟自己心里面跟自己对话，然后会好好的思索自己将来以后人生的计划，或者是可能工作啊、感情啊该怎么样子面对之类的，我一个自我对话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那我会觉得他现在目前是一个沉淀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可能会觉得他目前就即便你跟他好像可能就是例如说打电话找他或传讯息给他，你可能会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热烈的会回应你。OK， 好，就是他现在是比较处在于一个怎么讲，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正在好好消化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自己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但我觉得没有不好，我觉得没有不好。
因为隐者他基本上，我觉得他在过了这个时期之后，他很多的方向或者是很多的一些想法会变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时期是还不错的。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一章是有关于他的感情生活。OK， 那这张是宝剑七。那宝剑七倒着，我们就会讲说它是一个偷偷摸摸，然后会有点背叛的意思存在。那因为我们是大众塔罗，所以我可能会分3个层面来稍微解析一下。我必须先说，他无论他身边有没有人，他有没有其他喜欢的人，我可以跟你说，他现在就是喜欢上你了。他现在是喜欢你的。好，那我现在开始讲他内心的纠结小剧场。如果他现在是，他现在是没有人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另外一半，没有男女朋友，甚至连喜欢的人可能都没有的时候，那有可能他内心的觉得那个背叛跟纠葛，很有可能是什么？很有可能是，例如说，可能跟你交往，或是跟你有一些感情上面的瓜葛，可能会对他的一些状态造成不利，或者是会违背他的一些，就他个人的一些，他个人坚持的一些东西。例如说，假设，例如说，他可能想说 ，OK， 我就是今年我就是要好好读书，我今年就是好好工作，我不想谈感情。可是他居然发现他喜欢上你了。这边战车，我们等一下会讲。然后所以他就很 shock， 就是他会觉得说，我这样不就打自己脸吗？就是他没有想到他会喜欢上你，他没有想到他会对你有感觉。好，这是第一点。那如果说他自己内心有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不是你，那他没有其他另外一半，也没有男女朋友，就是他偷偷的他自己有喜欢一个人，或是你甚至可能也知道他喜欢谁。那他这个时候他也会很惊讶，很 shock。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原本应该要是喜欢另外一个人的，可是我不知道前阵子可能发生什么事，或他自己内心觉醒了什么，他会突然发现，其实他对你好像是有感觉的，他对你是有好感的。那这个东西就违背了他原本说他喜欢，他要去喜欢那个谁的那个 policy， 就是他会觉得他自己怎么会这样子，他自己会觉得他背叛了他喜欢的那个人。OK， 好，那如果他当然如果他有男女朋友或已经有另外一半的，有个稳定关系的，那更是如此，他就会觉得他背叛了他的另外一半，或背叛了他的男女朋友，因为他对你似乎动了情。OK 好，那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内心应该其实蛮纠葛的。我觉得他现在在思索的点应该有一点是，就是有关于你跟他。对，那目前看来他还在想，他还没有得到结论。但我觉得他现在内心其实有点罪恶感，跟他抵挡不了他喜欢你的这个想法，所以他会觉得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混乱这样子。好，那工作方面，我们来看工作方面。工作方面的话呢，我觉得他现在是取得一个平衡，然后，就是每天会很努力的，就是希望可以，例如说，可能工作时间、学习时间，可以跟他所要的成果达到一个平衡，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他其实现在的学业或工作，其实应该也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觉得他有掌握到一个平衡的点，然后每一天很仔细、很戒慎恐惧的走在他该做的事情，就该走的路上，做他该做的事，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个人会觉得，其实状态是好的啦，状态是好的。你看这是蟋蟀吗？它走在一个绳索上面这样子。然后下面人还就很高兴这样，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内心其实内心有点害怕，就想说哇会不会做错啊，或是啊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什么的，他就很多他的想法，但是每一步就是很努力的把它走下去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而且我看到这样我会觉得，就是其实周遭的人基本上是就是蛮对他的评价是好的。可是你们看到其他人其实并没有帮到他，所以我觉得他会是孤军奋战。然后，可是旁边人会觉得就是他他评价很好啊，他很厉害啊，他很聪明啊，他事情做得很好啊，他读书读得好啊。然后，可是你会发现他一个人战战兢兢的这样每一天。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对于你这个人的想法哦。我们先看这3张。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桌面变了？这边是我就是电脑跟书桌摆放的地方，就是主要这边是书桌。那我其实一般我都是在那个 dining room， 就是在那个什么，就是餐厅的木桌上面算，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就是桌子的木质的感觉。那只是因为就是最近那边的桌子就是我觉得还是分开好，因为我想说每次占卜之前我都要仔细的擦过，然后整理过，就有点累，所以我今天就逃来我的书房卜算。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OK， 我们出的第一张牌是战车，然后接下来第2张是魔杖 S， 可它是倒着的，然后 Page of Coin。 好，我会觉得哦，他内心其实是真的是喜欢你的，因为有战车，他对你是充满热情的，而且他对你是真的是，就撇开旁边的有的没的啦，一些有的没的，他其实真的很想要直接冲过去找你的，他非常想。可是我们看到这个 S of One， 魔杖 S 就是所以呢，它是倒着，代表说他不允许他现在目前有什么样子的行动，他会觉得他不应该要贸然的做任何的行动。OK， 那因为我们说过魔杖它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力嘛，所以它就有一点就是他内心很汹涌，可是他的行动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就符合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他现在还在思考，他知道他喜欢你，他知道他对你动了感情，可是他可能会违背一些人事物，所以他现在在思考该怎么做。于是他还没有任何的动作，这样可以理解。好，那出现了这个 Page of Coin， 我觉得他内心会拼命在想你看这个努力的样子跟这个思考的样子，而且你看这个熊是冷眼看这个人好。就我会觉得他现在应该就是很努力的在思考说 OK， 那如果我真的就他在想说，如果他就是真的跟你告白，或是真的对你采取任何的行动，那会怎么样？他现在在盘算，然后也有可能会
卡到他的一些计划。我们刚刚在讲嘛，就是如果不单只是讲就是另外一半背叛了另外一半，或是他喜欢的人，也有可能他有一些计划，他有一些人生计划，或是他可能现在有必须要去努力的东西，那势必会造成影响。他现在在计算这个东西，他该怎么办？然后而且是很踏实的在思考，然后再计划。对，但是我觉得他的结论目前而言，他是还没有出现的结论。好，那另外呢，另外对你的想法还有另外一层，就是我觉得他会觉得你是很有热情、很有活力的一个人，而且同时也是一个很努力的一个人。然后，但是他会觉得你可能在某些时候可能行动力有点不足，这样子。我们这3张牌可以这样子解说。就是这2张牌出现，也有可能就是他可能也会觉得你是那种一下子很暴冲，可是一下子又一动也不动那种人，就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人这样子。但是他会觉得你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认真的人，这样。那出现这张牌，我会觉得他可能看你年纪会是比较小的，他看你，所以这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他的年纪比你大，第二种就是他的社会历练或他的个性是比较沉稳的，社会历练比较多的，所以他会看你会比较有时候会紧张，然后有时候你比较蹦蹦跳跳的感觉，但是不一定就是他年纪比你大这样子。有可能他比较沉稳，比较沉着稳重这样子。OK， 那无论如何，我觉得他看你应该是觉得蛮可爱的，就是蛮有趣、蛮可爱的，而且是一个有活力，然后而且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看你是这个样子，那只是他可能现在正在盘算，他还没有实际上展开行动，就还在思索。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跟他接下来会怎么样发展哦？这张跟这张，好。我觉得你们2个之后还要加上这个就是你们的感情的结论，可以一起讲好了。好，放中间。我觉得你们2个之后会是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交往的关系。我说的交往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例如说就是以男女朋友互称，而是说以他而言，会是一个跟你的距离会是一个很美好、很刚好的一个存在。他会觉得是刚刚好的一个关系，对他而言不会太麻烦，不会太窒息，就是不会去毁坏掉他的一些计划或者是什么的。那你这边也会觉得有度过前进一段，就是你现在可能过的是比较辛苦，或者是现在你内心会觉得你们2个这段感情，你会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你会觉得好像看不清，然后说不准的一个感觉。但是再过一阵子，我觉得你会有觉得有进展，你会觉得是有进展的，然后会看到一些些，也不是说希望，就是你可以实际上的知道他其实是有把你放在心上，你会看到一些美好的甜的事情，但是还没有那么多。就是刚从一个完全就是抓不准摸不着的一个感觉，然后慢慢的你就开始知道他好像跟他的关系变好，
但是还没有那么好。那可是你又更清楚了一点，更清楚他对你的好，这样子，你会更感受得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最终的结果是这一张。我会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非常的好诶，在沟通上就是可以很顺畅的沟通，然后而且彼此就是都会很包容对方。然后我会觉得你们两个的感情会慢慢的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那个模样会越来越清晰。所以我会觉得非常的好。很好，而且圣杯是代表爱和梦想，所以我觉得结果是圣杯女王的话，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就是彼此都会对对方很好，然后会是关心的，能沟通的，然后是很温暖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存在。OK， 好。那虽然可能对你而言会还是有点稍显不足啦，但是其实，以现在你们的，就是之后你们进展的关系而言，对他而言，那个其实已经是他一个 best，就是他最好的一个距离了。就目前现阶段而言，OK 吗？现阶段之后会怎么改变不知道，但现阶段而言，他目前在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再过一两个月、3个月，或甚至到半年，这段期间，他会觉得你们两个的进展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这2张。这张是你们两个的障碍，或是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那这张是给你们的建议。这张是魔杖8。那魔杖8其实它是速度的一个牌哦，就是很快速的进展。那这张我会觉得你们会不会是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哦，第一个就是你们两个可能一开始你们两个彼此认识或彼此可能接触到的时候，你们可能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会对这个人有喜欢的感觉，就是我怎么会喜欢他的那种感觉。就你一开始会，就是你不只是你哦，他也是哦，就是可能一开始你们两个都并没有设想到，你们两个会发展成会被对方有喜欢的感觉这样子。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因为看他人很多嘛，所以我在想，你们的问题跟障碍是不是你们彼此就是可能就是例如说你们彼此身边都围绕了很多人。所以你们两个很难，就是2个人单独的去见面，或2个人单独约着去吃饭或什么的之类的。就你们可能旁边都太多的人，太多的杂讯，太多你们必须要去照顾或陪同的人，所以变得没有办法就单独去发展你们2个之间的感情。然后这是就是其中另外一点。那再来就是，再来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可能你们2个如果就是真的在一起的，就是你们自己可能也会担心，就是旁边人会不会有些眼光，有些什么眼光这样子。那从这边我觉得又可以再次的呼应这一张，就是他可能在介意些什么，他可能在担心些什么东西。OK。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也会，你可能也是哦，就是你们2个人就会有点担心哦，就周遭的眼光，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状况什么之类的，这样。好，那出现了我们的太阳耶！我现在才发现这上面的光圈居然是蜻蜓诶 Oh my god！ 好，有点
我很惊吓。好 ，OK，真的也好，对不起。好，那出现了太阳，然后是在我们的建议上面。那其实我觉得你就是放松啦，放轻松，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出现太阳，就代表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应该有一些很强大的缘分跟因果，很强大的缘分互相拉着对方诶。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放轻松，然后顺其自然去相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彼此分享开心快乐的事情最重要。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是尽量去成就对方。因为我看到公鸡，就是有种就是彼此互相成就对方的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他有需要帮忙，你多帮助他；然后如果你有需要帮忙，你也可以请他帮助你。就是彼此互相扶持、互相成长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你看他笑得好开心，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可以就是彼此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开心的东西啊，我觉得这都很好。然后再就是，面对对方的时候，就是尽量就是保持自己的一个初心，就是不要太多的一些限制，然后尽量让你自己呈现出来给对方。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呈现你自己给他看，然后用最真实的自己去面对他，就很好。OK， 很赞耶。好，我终于要讲到 true love，true love，你们两个是 true love 我的天哪，好赞哦！好 ，This is the romance of a lifetime。对呀，你们两个真的是有蛮大的一个引力在牵引你们两个人啦，所以，好甜蜜哦。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个甜蜜你们两个其实应该都有稍微感觉到啦。我觉得，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真的是有的。OK， 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归今天的主题，就是他喜欢你吗？那我会跟你讲说，他是确实的是喜欢你的，他对你的喜欢是感情上面的喜欢。因为我们这时候又要讲，有些人会讲说，那喜欢会不会是是好朋友的喜欢呢？是什么喜欢？没有，他对你的喜欢就是感情上面的喜欢。OK， 好 ，romance，OK， 好。那这边这时候就有朋友在讲说，老师为什么出现棺材，好可怕。好，别害怕。我觉得这个地方出现这个棺材其实我觉得他是在讲一件事，就是我会觉得出现这个棺材，他其实在提醒你们，就是他在意的这些东西，这个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你哦，不一定是只是他，就是你也有可能遇到这个状况，就是他有可能考虑的，搞不好也有可能是你那边的状况，就是他可能想说，那如果他追求你的话，如果假设你已经有男朋友，你已经有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了，你已经有另外一半了，那他会不会造成你的一些问题，或是会不会让你有就是陷入不好的一个状态，名声啊或什么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 coffin 它会比较像是，可能你们的交往必须要把一些东西给盖起来，这是第一点，就是你们可能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这么的明显，这么的在大众底下，就是让人家知道。我觉得你们可能一开始会比较是水面下的一个交流跟进展。那这是第1层。第2层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些顾虑的东西还是
你们彼此之间还是必须要有所割舍，或者是需要有所调整，就是必须要把它盖起来。因为我觉得它，比较起说它是棺木，不如说我觉得它会是像一个盒子，就是你会需要把一些东西给稍微盖起来，或者稍微调整，然后，就是可能会需要做一些，也许啦，在更多的话，可能会需要做一些断舍离，这样子。那这个是在提醒，就是其实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发展，在往后进展，其实，做一些割舍，一些，一些断舍离，说不定它是之后你们还是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它不会跑掉。我觉得它会在那边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明天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呢，把握现在吧，好吗？我觉得你们两个很棒。那，我觉得你就等他想清楚吧，然后保持你现在跟他的一个可能目前的一个进对应退的一个关系，我觉得就很好。那你这边我觉得其实也不太需要什么样子的努力，就照常，然后放轻松，跟他分享你生活中的很多有趣的事、开心的事，然后他自己会想清楚一些东西。那你们之后会很好的，不要太担心哦，好吗？OK，那我第一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浓醇奶香黑巧克力的朋友，你心里面的他喜欢你吗？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先把这个 key card 打开好了。OK， 继续。OK， 我们来看一下他目前整体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是他目前的一个感情状态。
后他目前的工作或学业的一个状态。OK， 那他心里面认为你是怎么样子的，或者是以他的眼睛看到的你是什么样子的模样呢？我们会出3张。那接下来，你跟他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进展或状态？大概1到3个月，长至半年、6个月，通常都1到3个月啦。他的部分哦，等一下，我的兔兔，等我一下，有。我让我兔兔站在这边，等一下 ，OK， 继续。那接下来是你之后的一个状态。好，回来，继续哦。好。那你们2个这段感情的一个近期的结果，来看看哦。还没有什么感觉。好，那再来就是你们2个之间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障碍或者是问题存在？最后是建议，如果让你们2个的感情更好，或是进展的更迅速，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OK， 我们来解牌吧。那解牌之前，我先来公布一下，他到底喜不喜欢你？大家最想要知道的答案，先跟大家讲。我觉得他是喜欢你的哦，而且我觉得他甚至是把你当做就是心中的白月光跟那种你知道偶像一般的喜欢。对，所以 OK， 我们详细内容，我现在开始一张一张为大家解释。先来看一下他现在的一个现状哦。我们出现了死神倒着，我会觉得他最近是不是可能刚过了一个低谷期，或者是低潮期，或者是我觉得他可能刚才从一个状态跳脱到了另外一个状态。那其实我觉得就代表是说，他中间其实可能蜕变了，他可能有稍微有一些变化，有一些蜕变，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原本可能他之后想要去某个地方，那他可能已经有在开始，终于有开始往前一步了的那种感觉。那也有可能是例如说他之前才刚分手，或者是他之前之前可能在找工作，那现在终于就是已经开始新的工作了之类的，所以就是从一个之前的一个状态跳脱到另外一个状态，下一个阶段的感觉，而且下一个阶段感觉是比较好的，就是现在这个状态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还不错。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他现在的感情状态，我觉得是个踏实的，而且他是珍惜的。那没有浮华无实，我觉得就是感觉就是在心里面，然后很温暖的去保护好，就是他喜欢你的这个心。所以我觉得他喜欢你的一个状态会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比较没有那么外放的。可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其实是很重视你的，很珍惜你这个人。为什么讲说你呢？对，因为我们现在牌面上我等一下会解释，所以我可以认为是你这样子。就是他珍惜的那个人，我觉得大概率就是你。而且应该只有一个人，就是只有你这样子。我就是单纯讲感情方面哦，感情好。对啊，因为钱币它是属于比较缓慢，然后不会一直讲，就是他可能不会口头上跟你说他有多喜欢你或多崇拜你或什么的，可是他很明显的就会让你感受到他是很重视你的。OK， 好，那他不会一直blah blah blah 的一直跟你讲这样子，他会好好的，温暖的，然后没有很显眼的去呵护对你的这个喜欢，这样子，还蛮好。好，那工作跟学业方面很好诶，出现太阳耶，很棒。所以代表，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呼应他刚才的这个死神的状态、道者的状态，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处在于一个有往前进一步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是好的。这个东西其实同时也反映在他的工作或者是他的学业上面所以他是有进展，而且是往好的方向跨了蛮大一步的哦。我觉得很好，就是他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学习或工作起来让他感觉是非常开心、舒服，而且是充满希望的。很棒诶。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认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出现我们的白月光耶。好，感情出现白月光。好来 ，OK。所以呢，我们先来讲，就是来讲这个女祭司。有几个点。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她一定认为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从宝剑 S 跟这个女祭司，我们可以看得到，她就认为你是聪明的，而且我觉得是有纪律的。就她看你，她觉得你是有纪律的、有规矩的、有规则的，而且情绪波动不会到非常的大。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觉得他看你会觉得你的做事都是非常有效率，然后很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一个人。然后再来就是女祭司，我觉得她应该也觉得你是一个蛮温柔，然后会体谅别人的人。所以每次我们讲到女祭司都会讲，她就是白月光这样子。好，那这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哦，就是他看待你的一个感觉，就是温柔体贴，而且是很 nice 的。好，然后再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也许就是你的身份可能是指导或引导他一些事情的人。好，那这有各种可能，例如说，有可能是很极端的例子啊，就是可能是教学，就是他可能跟你学一些什么，或者是说你是他的心灵导师，或是有什么事情他可能都会跑来问你的那种，就可以从你的身上得到一些真理、一些答案这样子。
宛如神一般的存在。好，那这个魔杖2呢？这魔杖2在那个什么韦特的牌设计的版本里面啊，他是一个人站在两个魔杖的中间，然后他手上拿着一个世界，代表一个就拿着一个球，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知道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因为一般其实看到那张牌，我会觉得是说，可能例如说在有点就是不敢向前一步或什么的感觉，但是就是还在酝酿，然后还没有往前进一步的感觉。那这边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这么好，所以我在想他会不会是在，就是你是在等他，在某个地方等他的感觉，就是不是你要跨出去一步，而是他接下来你是在终点等他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 key card 那个雷诺曼牌，我们出现了 ring 其实代表一个约定，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个约定，就是例如说可能完成什么事情之后你们可以见面，或是就是他会感觉有点像是你是在终点等他，或是完成了什么事情之后他就可以去见你之类的，也会有这种感觉，这是第一层。那第二层的话，我会觉得是说，我会觉得是说，你很清楚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可是他眼里面的你应该不是那一种，就是可能说怎么样就马上去行动的那一种，就是不会妄自行动。你可能在评估过后觉得 OK 了，可是你还是会稍微再缓一缓，还会再等时机的那种人。但无论是哪一张牌，我觉得他的眼里的你都是非常的聪明，而且会思前想后，好好的思考才会行动的一个人。然后比较温柔体贴，然后有规矩，然后并且做事是迅速的，就是你确定了，你就是很迅速。然后再来就是，你有可能是他的一些，就是心里面的一盏灯，心里面的一个明灯，然后心里面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存在，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我刚才会一开场的时候就说，我觉得他所谓对你的喜欢，比较像是对一个偶像，或者就是你知道对白月光的一种崇拜，会比较多一点。看到你的背光有没有？OK， 好。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魔杖2本身也有就是感觉要出发去哪里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会觉得是你是在终点等他，你在某个地方在等他的感觉。OK， 好，不纠结。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进展。那我把它拿起来，我这样子放，我这样放就可能好，比较不会就是有危险。好，来，我们先来讲一下先来讲我觉得他之后的状态会是很好的，就是他会把自己的
他会去实现他自己想要实现的一个梦想，或是他想要实现的一个理想。我觉得他之后会慢慢的走向实现的道路。然后他面对你的一个感觉会是，就是很有包容心的，然后很，嗯，很温柔体贴的去面对你。嗯。而且因为是圣杯女王，所以我觉得在沟通上面，我觉得她跟你之间的沟通，她认为是一个比较没有阻碍的一个状态。然后她心里面对于你的那个感情的部分，会慢慢的越来越具现化，越来越具象化。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对他而言很好的状态。可是你这边这边可能会有2层意思。第一层，因为这个是星星倒着，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可能他真的之后实现是来到你的身边，就是你跟他之间的距离是拉近了。因为星星原本它真的是一个遥远的一个存在，但是倒着我会觉得它就是拉近了。拉近了。那再来就是，也有可能我会觉得，你可能会对他，嗯，我来验证一下好了，你等我一下哦，我来验证一下，因为星星倒着有可能是，sorry，有可能是某一个部分，你可能会对他可能累，觉得累，或者是对他这个人会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好了的感觉。那我们现在来验证一下这个部分到底是不是有，就是在你们以后的进展里面是不是有包含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我抽一张这个星星的补充牌。哦，真的也有一点耶。好，我觉得你对他的喜欢好像会稍微冷却一些些哦。好，因为是恶魔倒着，所以我觉得你对他的那个喜欢会稍微收一些，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没有距离就没有美感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距离的感觉，因为可能因为这个吧，要约定。好，但是就结果而言，就是你们两个之后的进展，你们两个之后的一个进展，有很大的可能，你会是比较稍微有点冷却的感觉，对他这个人。好，那可是他这边还是依然对你是充满了喜欢，然后充满了嗯。就是对你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一个一个感情存在，所以他的状态是好的，他的状态是好的。好，那可是啊，我们近期2个人的感情的结果是倒着的审判。那我会觉得倒着的审判就代表，我觉得目前可能3个月，1到3个月，长则半年吧。这段期间之内，你们2个的关系可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就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就维持现状的感觉。然后，所以代表我觉得他可能现在，虽然已经进了一步，就是前进了一个阶段，可是我觉得他可能终点还在另外在更远的地方，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你跟他的之间的一个障碍跟建议。好，
我会觉得你们两个，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可能，你们两个之间存在的一个障碍有几点哦。第一个可能是有关于家庭，因为魔杖四它本身有代表家庭的意思哦。所以我在想说，你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有人是有这是其中一个可能啦，其中一个可能就是会不会是有其中一个可能是你们两个之间是有家庭的，或甚至是有孩子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 key card 那个浪漫天使牌，它出现了 children。所以就是孩子，跟孩子有相关，所以我觉得有点小呼应，就有那个讯息在里面。那第二点呢，我会觉得会担心你们两个可能会没有办法突破一个框架，因为魔杖四它会有点像是你知道，就是很像一个 picture， 就像一个照片，然后两个人站在那个图的中间，然后是很开心，可是就是被框在那个框里面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就是你们两个，这我觉得搞不好是个性的问题耶，就是没有办法突破，怎么讲啊？就是没有办法像很一般的情侣，或是很一般的那种小男生、小女生，或是就是小朋友，就是年轻人啦，就是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年轻人那种，就是很黏腻的两个黏来黏去的那种感情。就是你们无论如何，再怎么相处，再怎么好，都会觉得好像会有一点点的隔阂的感觉。然后怎么形容就是你有你无法突破的框架，因为你看他觉得你是女祭司嘛，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比较对自己约束力比较强的一个人。就他看来，所以你一定有这个成分，就是这个部分在。那我会觉得他，因为我觉得他面对你的感情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所以你们两个之间其实不会有那种很疯狂、很汹涌，说我就是好喜欢你，然后就疯狂拥抱那种感觉，完全没有。就是你有你的框架，他有他的框架，所以你们两个之间会再怎么好，都会有一种小小的距离感。但这不代表你们两个彼此不喜欢对方哦，也不代表说他不喜欢你或什么的，而是可能你原本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所以两个遇在一起就变成说，就是相处起来不是那种黏腻的 couple 这样子 ，OK。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呼应刚才的这个审判，我觉得你们两个之后的一个在一起，你们两个之后在一起的这个时期可能会延后，因为就是那个幸福的那个照片的感觉会，因为它现在是倒着嘛，所以就代表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慢才会出现的一个结果。那因为它是障碍，所以我也有点担心，会不会你们其中一个会有点就是等不下去就是担心会不会你就觉得有点累了，或对他某种程度上，可能搞不好你这边会对他的情感会有一点小冷却这样子。那我会觉得出现这个就代表你们之后可能有蛮大的可能，你们两个是会在一起，可是那个未来其实是有一点距离的哦。
我说的有点距离，其实大概1-2年，或可能搞不好更久哦，所以会造成问题。因为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感情，如果没有持续的去有进展或是什么的话，其实很容易就是会慢慢的怕会消散这样子。有点担心。OK， 好，那建议呢？建议是钱币女王。这个建议通常是对你的建议，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可能会需要多关照她。因为看这个女祭司，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引导她的存在，或者是去协助她的一个存在，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持续的要去关注她，去引导她，去 support 她这样子。然后而且是我觉得是确实确切的去给她一些实质上面的帮助，或者是辅助这样子。然后实质上的关心，实质上的体贴，就是持续的去照顾他 ，take care 他。所以我看这2张的呼应，我也会有点觉得，这个 children 会不会？我觉得就是其实你现在心里面想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比较有点孩子气，或者是就是比较不沉着稳重，或是有些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会就是有一些想法，会有一些可能，行动上面他会就比较孩子一点，比较不成熟稳重的这种感觉。OK， 好，那最后就是我们来讲我们的 key card。好，那 children 的话，就真的是我觉得会影响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有可能第一个就是你们之间有一个人是搞不好是有小孩的，有家庭有小孩的。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是在提醒，就是你们其中一方，我觉得比较大的可能性是他，因为你是女祭司跟要持续扮演一个钱币女王的角色，因此我会觉得，他的那个孩子气的部分可能会影响到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情感的进展，多多少少。那这孩子气也有可能是，例如说，可能做事情不够周到，或者是可能行事作风比较冲动，这都有可能就是比较不沉着稳重的一个行事作风，或者是一个想法，都可以说是就是比较可能孩子气的那种感觉。那再来就是这个 Lorraine 出现了这个戒指，就是这个环。第一个我会觉得你们两个说不定真的有什么样子的约定存在。那第二个是我会觉得，可能在你或在他的生命之中，我觉得比较多是他，因为你是指引他的存在，我讲好多遍哦。那我会觉得对于他而言，你会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因为戒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约束力嘛，所以我会觉得你对他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存在。然后再来就是，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之间就是那个约定，如果有的话，就是好好的、慢慢的去达成你们两个之间的约定。那如果是他跟你约定了，那你就好好的去守护他，去执行，去达成他的诺言。我觉得是这个样子。OK，好，那
第2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我们来到第3组，选择香甜丝滑白巧克力的朋友，你心里面的他到底喜不喜欢你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先来把 key card 给揭晓吧。OK，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而言，它现在目前的状态如何呢？接下来，他的感情状态。再来是他目前的工作或学业的一个状态。最近大家状态都不错。那再来是他心中的你，他眼里的你，心里的你是怎么样的？我们会出3张。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跟他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进展，或是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最后你们两个人的近期的感情结果。那刚才出的这2张，你们两个之后的进展，还有之后的状态，还有包括现在我即将要出的结果呢，都是1到3个月，那长至半年的一个结果。好，那我们来看你们之间的一个障碍或问题是什么呢？接下来是建议，如果要让这一段感情能够顺利，那需要怎么样去做呢？或是怎么样做可以进展的更快呢？就它啦。你们两个人之后的进展，我再各出一张补充牌。还有这个太阳。OK， 我们来解牌吧。看这个牌面，6花会有一点觉得你们是不是准备要分手或准备要离开对方的一对呢？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现在目前完全对对方是一个没有爱的一个状态耶。如果6花现在目前看牌面是这样子分析，如果你的状态是完全不是要分开的对象，或者是例如说你现在今天你的身心灵状态并不是很好的朋友，那6花建议你们选择其他的项目去听听看有没有能够引起共鸣的部分，好吗？好，那6花开始解说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哦，是钱币女王。那我会觉得他是有在认真的生活，但是因为钱币它本身是除了就是钱币以外，它没有其他的要素嘛，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他会是总之现在的重心先放在就是赚钱上面，或者是他想要去做的事情上面。那感情可能就是先给他放旁边的那种，所以我认为他现在是很确切的，
好好的去面对他的现实生活，他的收入，他的现在拼尽全力要努力的一个事情，这样子。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感情生活。这是魔杖7，魔杖7，他原本在韦特的牌也是就是以1敌6这样子，一个人站在优越的位置上面，下面有6个人跟他对打的感觉。那这个其实有点像哦，就是用魔法打斗。那这边我可以看到2层意义。第一层就是我觉得他现在目前感情是呈现一个输了的状态，就是反过来变成好像自己做什么都不对，然后说什么都是错，然后他也不反抗了，也不会想要再去去抗争什么，或者是去说些什么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一种就是感情上面，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拉倒，然后就是废的感觉，这样子，我就不动了，这样子。OK， 那也有就是输得很彻底的意思。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弱弱的问一句。那这是魔杖 S 哦，魔杖 S 是他现在目前的工作跟学业，那完全就是是有シンクロ的，就是有共鸣的哦。他现在目前就是把他所有的热忱、精力、热情都投注在于他的工作跟他的学业上面，工作或学业上面。那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好好面对他的梦想、理想，或是好好面对他的收入、他的事业、他的金钱这样子。OK，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看待你这个人的哟。好，这几张，等我拿起来哟。这个部分可能会有点小刺耳，不想听的朋友立马转台。对，听得下去的朋友，我们继续听啊。OK， 第一层就是他会觉得，就是你每天会不知道在不开心些什么，他会觉得你每天不知道在不开心些什么，然后他会觉得你好像都没有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是好像感觉都一直在休息。好，然后我听好多抱怨的感觉，天哪！然后，可是我觉得他应该知道你想要做些什么。这边是魔杖随从，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有感觉到，或他应该知道你有想要做些什么。那这个的话，我觉得会不会是他有察觉到你想要跟他分手，或是maybe 你想要跟他离婚，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好像感觉你在进行些什么，但他确切的事情，他其实还没有很清楚，这样子。然后他会觉得你每一天晚上，就是你明明就很休息的不够的感觉，就是他觉得你每天好像觉得很疲累，
很没有精神、没有活力，可是你晚上好像又都睡不着的感觉，这样子，然后不知道你在不开心些什么。然后然后再来就是也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他内心觉得你生病了，他可能觉得你有点可能，忧郁倾向或躁郁倾向这样子。哦，那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这样。那，如果完全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可能性的朋友，就听了就略过，好吗？OK，好，就是他觉得你生病了，这样子，不开心，这样，OK，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看接下来你们两个人的一个。你们两个人的一个未来的进展。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部分哦。我觉得他接下来会变得只顾自己耶，然后完全没有爱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也可能短期之内不想要交女朋友或男朋友，就是有点不相信恋爱的感觉。然后，但是 lovers 倒着又有可能就是会变成很极端的滥情，就是变成说就是不会认真投入他的感情，可是他会就是到处去猎艳这样子，就是到处去可能找人暧昧啦之类这样子哦，那会比较自私自利一点，就是他之后会呈现一个就是反正只顾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会变成一个有点麻烦的一个人，就是可能讲话就，会酸呐、或者是就是感觉好像做事就是跟你讲话，或是可能跟自己的朋友讲话讲到，然后就会变得有点就是可能感觉会扭曲，就是思考扭曲，或者是就是感觉就是说什么，例如说什么天下男生都渣啦，天下女生都渣啦之类这种话会出现这样，但是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变成感情不相信，或者是就是会变成滥情，就是故意的去找很多的人去想要寻求感情上的慰藉，可他根本就是不是真的喜欢对方，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哦，不是很好。那你这边呢？你会变超级没有耐心诶，不要凶，不要凶，不要生气，好不好？你，我已经可以看到你翻白眼，怎么会？好，OK，就是你会变得比较急，就是变很没有耐性啦，就很没有耐心，没有耐心。然后，而且会对一些感情的事情会比较无力感哦，就是可能甚至可能也是对他这段感情哦，或者是对于感情这个东西，对于恋爱这个东西，会变得比较没有，也不是无欲无求，就是无力，就不想要去找，就累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你的人生会进入下一个阶段，会有个新的开端出现，嗯。所以我才会说你们是不是即将要分开的一对，因为我们的 key card 也出现了 the cross，哦，嗯，就是命运之轮，都是一样的，就是
是时候了，这样子。然后又出现这个 let go，let go of control issues，OK，所以就是又是出现放手，顺其自然，所以我会觉得之后，但是我觉得你之后的状态会越来越好，因为你已经在往下一个阶段去了。哦，所以是非常好的，只是可能心情或是有一些部分还无法平复。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最后，就是在近期啦，也不是最后，近期1到3个月甚至半年哦的这个中间的一个结果哦。我觉得你们两个是完全没办法沟通哦，因为 King of Cups 就是它其实圣杯它本身就是一个沟通的意思在里面。那再来就是它当然是理所当然就没有爱哦，没有爱，没有沟通。而且我觉得就算沟通，你们会非常的情绪化，非常的情绪化，就是情绪暴走、情绪风暴这样子。要不然就是觉得有点冷，就是冷处理，或者是那种冷暴力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也有可能就是，这边如果我先极端的一个例子哦，我先讲一个极端例子，因为这个极端例子不讲不行，要提醒一些朋友。如果你们现在在谈离婚或者谈分手相关的事情 ，OK， 那我会觉得你要小心这个人他会不会出尔反尔哦？记得很重要，所以讲2遍，要小心他会不会出尔反尔。因为你看他之后是利己的，就是只自私自利顾自己的，然后又没有什么良心，不想沟通，然后又出现这个就是有可能会就是出尔反尔，要很小心，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混乱一阵子，就是因为魔杖 S 它本身是，如果它是正的话，就变成是有点快刀斩乱麻。可是它现在倒是代表，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再纠葛一段时间，纠葛，然后甚至有些东西你们两个搞不好就是开始放烂这样子。我这要小心哦 ，OK， 就是放给他烂这样子，好可怕的状态。好。那你们2个人之间的一个问题跟障碍是什么呢？事到如今讲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我们出牌了。你们2个本来就是在3观上面就不太一样的，很多观念上面都有分歧的2个人。那而且又加上你看这个就很像是网络，有没有？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之间，你们可能在沟通上面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例如说，可能有说，可是对方没听，或者是2个根本就不想说，或者是2个都不想听对方说话，就是没有听，没有聆听，没有沟通存在，然后没有符合的任何一个观念。你们可能很多地方就是都可以吵，都可以，就是觉得这个人他怎么可能会有这些想法？然后甚至一些，例如说可能道德观念啦，或是一些可能对很多事情的标准也都完全不一样。OK，那如
如果啦，很明显，我觉得已经没有这个如果了。如果要让你们两个的感情稍微调回来一点，或是稍微不要这么恶化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好，我等一下会出一张，就是顺利分开的方法。好，等我一下。那我觉得就是忍耐，就是彼此尊重、彼此忍耐，然后能够接受彼此有自己的空间，彼此有自己的怎么讲，容许对方能够拥有自己的私领域，就是私自的一个空间，然后有点像是各过各的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有 cover 到的地方，有覆盖到的地方，可能就是彼此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感觉，对，井水不犯河水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各自守好自己的领域，这样子，然后忍耐，有需要的话就得忍耐，这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如果要让你们两个这边，让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关系能够顺利的、圆满的离开、分开，那我们要解开好了，解开。那我们要怎么做呢？给一张建议吧。我会觉得，就是他如果跟你吵，就跟他吵，然后我觉得你要跟他闹，就你要跟他耍幼稚，然后跟他吵，跟他闹，然后不留情面，不要给他留面子。然后虽然感觉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你可能要好好的，就是想一下，你们两个之前在一起的时候，你自己是多好的一个状态。你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状态应该还是很好的。你一个人的时候，可能状态还是很好的。我需要你回想起那个时候的你，就是现在的你，就是这个倒着的魔杖女王，这个不是你。就是这么感觉，就是动不动就生气，然后没有耐心，然后感觉很混乱的能量，一直就是被抽走的一个女，就是一个这个代表，也不一定是女性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symbol，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他并不是你。我觉得你可能要回归到。你要想到你自己原本是多么的好，你自己原本是多么的美好的生活。然后，我觉得你要去，他如果就是例如说可能冷暴力就不理你，或者是甚至就是情绪风暴，说你就跟他闹，你就跟他吵，然后跟他幼稚这样子，你不用跟他讲什么理性，然后也不用跟他讲什么武德，没有，不需要。就跟他吵，就跟他闹就对了。OK， 可能会这个局面，这个停滞的局面反而可能会比较快解开，要不然的话，搞不好真的还要再卡也不定很久，就是会再卡一阵子哦。那我们的 key card let go of control issues。OK， 那这张牌其实就是代表是说，其实就是放手吧，让一切顺其自然。就是有点交给老天爷、交给命运的感觉，就是放手。
然后你要去相信说，就是老天爷命运它会引导你到一个你该去的地方，你该拿到的你会拿到，那你该放手的，所以也请你现在放手，不要太纠结这样子。好，这是他的建议。那顺其自然，OK。那 The Cross 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了，就是它其实就代表说，其实就到了一个阶段了啦，是时候该画上终点了。那你看这气球哦，这个气球跟这个 Let Go 其实有点呼应，就是把你的心放开，让你的心轻盈，你的心要像这些气球一样很轻飘飘的，就是放松让自己的心轻盈，然后可以去飞翔。OK， 好，第三组的朋友虽然有点沉重，那六花祝福你们能够一切顺利跟圆满，好吗？那我们第三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